拿两个这叫啥呢？管箍。上次呢，给这边这个客户装过一个热水器，当时他就说装这个水槽呢，死活没找到龙头。我说那你就等装洁具的时候一边装吧。装洁具刚刚装完洁具了，可能前2天吧。装完了，但是水槽啊放不下去，和那个食材台面碍事儿了。再一个就是说，它那水管是从地上起来的，它不是坐在墙里面的那种，直接都可以顶着水槽了，放不进去。打电话让我给弄一下，那只能估计是给他把管往短切一切。咱们先拿这些东西上去，应该可以。看看情况。天气还是特别冷，赶快上楼吧。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，这个和客户描述的和我理解的几乎8、9不离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水管流的太高了，直接顶着水槽，安装师傅说接不上。还有第2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盆啊放不下去，装好龙头呢，这个龙头刚好顶着这个食材台面，搬起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龙头的这个紧固螺丝的这个位置，看来台面要给它做个处理了。台面的这个问题呢也好处理，我们用角磨机上这个磨片，然后把它稍微做一个打磨，让这个龙头能放得下去就可以。这个角磨机还不错，可以3档调节，速度可以随意调。做个简单处理呢，就是把这里稍微打磨一下，让这个龙头可以放得下去就可以，也不需要大面积切割。处理下一个问题要用到热容器了，先把这个热容器插上电，让它预热。这个冷热水管流的也奇葩呀，应该在墙里面做出来多好呀，多漂亮。做的而且还这么高，这里面想放点东西都难了。给它解掉一半，留够以后的维修空间。就用这个给它接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对于业主来说最节约成本。解掉的下半部分这个有水，给它弹射出去，把管口周围的水清理掉，直接对容。这点问题呢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给他家装洁具的师傅为什么没有给他弄呢？然后又特意给我打电话，就这点小问题特意跑过来一趟。其实怎么收费呢？怎么收也不赚钱。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非常简单，对于业主来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大难题啊。再看一下它这个下水管，这个下水管里流的太长了，如果用这个接头的话，这就太高了，后期的水都下不去，只能给它切掉一部分。我们实际安装的过程中呢，如果这个管长，你觉得留着是不是以后有什么用？其实什么用都没有，直接裁掉。流的越多，你藏污纳垢的越多，还影响排水。现在呢，给它就做好了。接好冷热水管，然后撕一下水，没有漏水的情况，我们把盆打个胶。这回开始吧。柜底刚才流的水呢，我们给做个清理吧，万一这个板子别泡坏了。这个小区的水真是太小了，越是没钱人住的地方，房子也不好，路也不好，你看这个水都这么小，怎么没钱哪都不被重视呢？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样的小区干活其实特别的轻松，特别自在，然后业主也都很随和又是给你喝水，给你吃东西，特别的热情。然后他家还有个油烟机，帮忙让看一下，原来是这个排风管没有接上。这木工把柜子打好了，但是看他这个出风口提前呢也没有装逆止阀，现在把这个管子如果是直接伸进去的话还不行，它墙上那个洞是16的，这个管是18公分的，这就对不上。然后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只能是先买一个大变小，做个变径，然后再装吧。然后我在网上给他找了这个图片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大小尺寸都有。
他觉得这个东西也简单，后期买回来自己装。